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生酮饮食，一种另类的饮食安排。经常观看我频道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在营养补充方面，我主张7大营养素的合理安排，在任何一种营养素的补充上都不主张走极端路线。那么生酮饮食的安排属于一种极端案例。那么今天我就将生酮饮食的问题和大家聊聊。首先，我来将生酮饮食的方方面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生酮饮食是指一种高脂肪、适量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生酮饮食中各种营养素占总热量的比例是：脂肪70%到80%，蛋白质20%到25%，碳水化合物5%到10%。可见生酮饮食中脂肪的摄取比例很高，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比例很低。当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时，血糖的水平就会降低，胰岛素分泌减少。此时身体组织也就是线粒体将脂肪转化为脂肪酸，然后再由肝脏将脂肪酸转化为酮体，最后酮体被释放到血液中，供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使用。最后身体将被迫进入一种由脂肪提供能量的代谢状态，我们称之为酮症，这就是生酮饮食的由来。在酮症状态下，身体主要依靠脂肪和酮体作为能量来源，而非通常的碳水化合物，这就有助于身体更高的燃烧脂肪，可能导致体重减轻。所以生酮饮食的目标是使身体利用脂肪而并非碳水化合物作为主要能源。了解了生酮饮食的基本概念和过程以后，如果你想尝试这种饮食安排，我们来看一下生酮饮食可能给身体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第一，对大脑的影响，我个人非常关注这一点，因为每个人的所有都是由个人的思维格局决定的。无论是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工作状态、你的感情生活，还是你的社会价值等等，都依赖于你对各种事物的想法。那么我们的大脑每天需要至少120克的糖分，如果你是一个脑力工作者，那可能需要更多。120克糖分意味着每天需要480千卡的热量。对于一个平均每天摄取2000千卡的人来说，按照生酮饮食碳水化合物摄取的比例5%到10%，那么就是100到200千卡的热量来自于25克至50克糖分。在酮症状态下，酮体成为大脑能量的主要提供物质，每天可以供能60%到70%。480千卡的65%是312千卡，相当于78克糖分。另外42克的亏空仍然需要糖分来补充，这就意味着将25克至50克的糖分都给大脑，大脑勉强够用。就算不在意酮体供能大脑的速度慢于糖分，但是这种理想状态不容易发生。因此生酮饮食可能给你大脑带来的是感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反应速度下降以及头痛的感受。再来看身体方面，因为酮体成为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在酮症状态下，肝脏中的肝糖也会减少。但是肝脏具有独特的代谢能力，可以通过糖异生，一种从非糖类物质比如氨基酸、乳酸、甘油醇合成葡萄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肝脏通过糖异生维持血糖水平，于是身体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被作为能量代谢掉了。本身身体不储存蛋白质和氨基酸，现在又要调动更多的蛋白质用于功能。在蛋白质系列视频中，我讲过蛋白质的问题，蛋白质作为能量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因此表面上看，酮症是由酮体和脂肪提供能量，但其实蛋白质也在参与提供能量这项工作。还有就是肌糖问题，肌肉中的肌糖只有在充分补充下才能满足恢复和生长的需要，但生酮饮食令肌糖减少，并且在训练后也无法得到补充。一方面肌肉中的肌糖和氨基酸在训练中被分解，另一方面肌肉在训练后又因为肌糖补充不足，无法创造恢复和生长的条件。同时肌糖是肌肉承担中高强度运动的必要原料，肌糖储备不足，肌肉的运动能力将大幅下降。因此在酮症状态下，肌肉的爆发力、力量、体积和耐力都会下降。对于关心体型的老铁们，就是肌肉变得更小了。因此无论是对于肌肉体积还是对于运动表现，生酮饮食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当然如果你使用了类固醇药物，影响会小很多。第三，健康方面，生酮饮食对于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肝肾问题、怀孕或者哺乳期的妇女以及患有代谢类疾病的人群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健康的人，生酮饮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特别是在摄取水果和蔬菜的种类受限的情况下，会导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摄取不足。
限制碳水化合物可能影响肠道健康，导致肠道菌群失衡，从而影响免疫功能以及整体健康。生酮饮食源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疗儿童难治性癫痫的方法。近年来，生酮饮食在健康和健身领域逐渐流行起来，很多人将其作为一种减肥方法。然而，关于生酮饮食对健康的长期影响，目前仍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因为这种改变人体根本能源供给的模式，长期在体内运行，是否会对人体造成重大伤害，目前还不可知。还有就是引发口臭和便秘问题，尤其是东方人要注意，因为东方人的大肠比西方人长30厘米，这就容易引发身体便秘问题以及身体毒性物质的代谢问题。所以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特别注重粗粮和蔬菜的补充，但是生酮饮食高脂肪高蛋白的特点会引发东方人格外不适应。因此对于健康方面，使用生酮饮食需要额外补充其他的营养素，而且可能会带来未知的健康隐患。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生酮饮食是一种高脂肪、适量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安排。在生酮饮食下，身体将进入酮症状态，也就是使用酮体和脂肪作为身体能量来源，这对于促使身体更高的燃烧脂肪，导致体重降低有帮助作用。在尝试生酮饮食之前，应该明白它对身体产生的相关影响。第一，改变大脑功能系统，可能让大脑的思维受到影响。第二，影响肝糖的储备，必须依靠分解氨基酸等物质，同时影响肌糖的储备，降低肌肉的体积和运动表现能力。第三，关于健康方面，必须确保自己的机体是健康的，才能使用生酮饮食，同时注意增加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蛋白质、肠道益生菌以及水分的补充。长期使用生酮饮食对于健康的影响尚未确定。通过这期的视频，你可能感觉到我对生酮饮食的观点是负面的，但是这不耽误我去研究如何去安排一个完美的生酮饮食。毕竟我愿意帮你去尝试新鲜事物。那么如果你还是对生酮饮食感兴趣，我将会在以后的视频中给大家讲讲完美的生酮饮食该怎样安排。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